再看一次。这边你就是在打开的时候先选 Data Smith Relay Link，然后选之后呢，你在这边选择 Connection，然后 Silent。然后这边再 select 一次，然后再创建一个 new folder。然后这样子你的程式就进来了哦。你可以试一下啦，就是 Max 进来。再来一次。Max 在这边，你是要先灌 Data Smith 啊？那个刚才你下载好了。这个下完。要档案大小是180 mega 这个。然后所以它的是可以支援这些，就是它可以支援 V-Ray 跟 Corona 进来哦。所以你的资源如果都是那个材质的话，就进来就 OK 了。在这里先 Connection 点一下，然后这两个都点。开这个，开这个的。然后你那个你就是左边开 Max， 然后右边开 Unreal， 然后截图一下这样。对，然后截图一下。然后你一按那个按那个同步，然后它就会同步进去。你是看玛雅，这就进去。上回没有。有啦。好，所以你看啊，我比如说我加一个 camera，对的 camera，然后这样子，然后再同步一次。好，你看到就是它可以同步那个同步镜头啊，你看，然后再往前，然后再同步一次，好不好？它就会同步到右边啦。这个是在我们，我们老师的那个以前公司也是有用这种同步，就是玛雅同步到 Unreal 了，就是一样的东西啊，只是说它的图形界面化做比较好。我们这是 for 那个 for ArchViz 做的啊。好，就是这样，你们就大概知道我理解我在讲什么吧。不理解就是看一下 PDF 哦，这样子就同步啦。我意思是说同步了，可以哦，可以理解吗？可以哦。左边的理解力比较快。好，然后所以材质也是啊，材质也是可以同步。我打不开。
但是好像右边没办法同步到左边啊，就所以是状况是这样的。我怎么又挂了？Max 挂了，好吧，反正就讲完就挂了哦，就这样。然后，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就是一个 camera 的，对，我们刚刚同步一个 camera 这样，还不错啦，就是可以同步。但是如果你的资源是 V 队，你就是要用那个渲染器去同步这样子。真的挂了。好，回来这边，这个就讲完了，然后就下一个。我们那个奶跟 Lumi 讲过了吗？这个东西还没？不会吧？没有讲吗？那 Data Smith 就讲完了，这个蛮简单的，就是那为什么要又讲到 Data Smith？ 你看刚才那个场景这么复杂，所以你需要一些外部资源去拉到你的 Unreal 里面嘛，对不对？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比如说你看这个东西，那你一个一个转，然后再重新定位，是不是很花时间？对不对？这个其实是那个叫什么？网络上下载嘛，然后跟那个叫有一个科幻模组的那个网站嘛然后这个它就是你如果要一个一个输出，很花时间那它直接帮你弄好了。那你可以用这个基础去做材质或者是一些转入转出或者场景这些，都可以。好，然后所以的话，这边讲一下重新再讲一下那个什么，那个建模工具啊，那大概会带到那个 UV 这些东西来讲一下。然后其实你流程就照我这个啊，我就分开来讲这样子，用左边。好，重新开个档。好。所以我们开一下 Modding 工具之后呢，然后打开一下，然后这边有 bus 嘛，对不对？你就是增加一个 bus， 然后你设定一下这边长宽高可以去做更改跟那个细分嘛，对不对？那跟那个 3D 软体很像，就是在这边，然后 Accept， 那这个就是一个方块，对不对？好，然后建立之后呢，流程在这边其实有了你们可以再去看一下。然后这边就是你先去绘制一个那个就是分组，在这个地方。它这边呢，就是你看那个颜色不一样，就是正确的，就是它会建立一个分组块，这可以帮助你后面去产生那个 UV 是良好的所以按 Accept 之后，好，这样子就完成了。然后你可以去 Paint， 就是绘制这个贴图块都可以好，那先不用，就是用这个就好了。然后呢，就是用 Model 这边的 Poly Edit， 你可以去设置，你可以选取不同的那个面然后呢，这边它有各种工具，各种3D 建模工具，然后你就是先用第一个用 Insert， 然后第二个用 Extrude。那 Insert 就是那个就是插入面然后呢再把它往内推，然后再 Accept。好，然后你看这边这个你看它的方块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如果没有像这样子是方方的话，就是比较是有问题啦。就是你刚才前面就少做刚才那个，就是绘制分组
分组图的那个步骤啊。你如果是没有这种方法，就是你后面 UV 是有问题的哦，就是你大概要先照这个步骤做，然后好了之后就下一页是我看一下，哦，就是这个 depose 这个东指令，我看一下，在这里点一下。这里 decompose 啊，这个呢可以帮你去先选面，然后 decompose， 然后它去帮你去做一个斜面，它帮你切一个斜面然后 accept 之后再一次，然后再选这个线段。那你必须要就是靠近一点，然后按住 Ctrl 加选这些线段。那时候也是按 Shift 哦，然后再在 Bevel， 然后这边可以设定一个距离嘛，对不对？好，然后就 Accept。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就是其实就做一个木箱了，可以吗？然后这边再挤出，这样就好了。就是一般3D 软体这样子啊。好，然后一样就是这边靠近一点之后呢，把里面的这个面删除。要靠近哦，就是这个地方。好，其实就有点像你3D 软体啦，然后这边再把点去圈起来，然后去把它给焊接。这边可以框选了，焊接。就是让它比较像3D 软体，就是这个是 Unreal 5的功能啊，4是没有 ，Accept 之后，好，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可以视状况去调整这个前面后面。好，然后再重复做3面，那我这边就先不做了哦。然后最后再去生成那个多边形组。然后这边，那你看现在这个组是不对的啊，你看我做了之后，那首先就是你要把这个分组绘制好。然后同意。好，看一下这个这样是 OK 的，然后你再重新生成一次。不行，我现在已经绘制好了。好，重新生成一次，然后再绘制一次。然后呢，你回到 UV 轴的这边，然后选择 Unwrap。然后这边 Show Preview。那你可以看到右边就是 UV 轴嘛，哦。那如果觉得不优的话，你就是可以再调整，它可以就是调整 Poly Group 啊什么的。
冒起来，2048。好，先下课好了。Accept。你这个 UV 哈，打开之后你就选 on wave UV 嘛，那你就是目标就是让它是方方的这样子，这样子。可以补交之前的作业。补交哦，是可以，我就把那个时间开到下礼拜。啊，好啊。嗯，你的就是其中那个时间，你可以来这边用。啊，好。对对对，不然电脑谢谢旁边。老师。哦。然后这个就是一样，就是把它尽量是方方的啦，不然你等下丢那个丢材质会有点问题。然后这个设定就是大概这样，就是把它弄大一点这样子。No accept。所以你看一下我丢材质。对啊，这边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你就是开这个，开一下这个。目前是这个是正的嘛，别的是有问题，那你就要重新再回去弄，大概是这个流程啊。因为你看它这个不太对嘛，对，那所以 accept 一次。啊，这样看起来好一点。这样是方的啦，这样比较正确啦，就是大概照我这个流程啦。你看一下它这边啊，你如果你是 preview 这边要勾一下，这样子，然后 accept 之后，好，它的 UV 就比较正确了哦。好，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呢，你就是把它加一下那个什么，加碰撞嘛，我看一下有没有碰撞。现在有碰撞。有啦，现在有 simple collision 这样有，然后加一个那个什么 physical。竟然没有重力，奇怪。反正就是加一下重力啊。
看怎么扶着，但是有阻抗。碰。那还是一样啊，算了，先这样啦。这大概是你大概知道，就是大概就是把它就是做成一个那个素材啊，就是一个素材。当然这边好像怪怪的，被我玩坏了嘛。哦，不是这边要开动态嘛，这边要开动态，我试一下。我知道了，你这个 Unreal 它走向不见了，然后可能被我玩坏，你们试一下看看那个状况。这个也不行，但是它会下去了。可以啊。被我移动了，大概这样子啊。可以移动。这不知道为什么被我玩坏。是没有人。对啊，被我玩坏，奇怪。好，没关系，你们就这个等一下练习一下啊。好，继续讲。然后这个奶奶你们有讲过吗？就是那个什么，它是一个叫做多边形系统。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讲那个 Lumi， 对不对？应该有讲过吧？有哦，Lumi，它这个是跟 Lumi 是一样的系统啊。那奶奶的话，就是我看一下我的随身碟有没有？有。这个上次应该有吧？啊，不行。哦，有。这个奶奶你就是打开之后，从这里打开啊。这里打开是叫做就是显示奶奶的三角面跟那个配曲。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丢一堆进去哦。然后复制一堆。我就没有走向。没关系啊。你大概看一下那个它在画面上面，你看这边啊，它是有点像 LOD， 就是那个你越远，它的那个三角面越小。那它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哦。然后你看一下这个里面，它这个大概是2000，奶奶大概是2000多面嘛，2000多个面。
然后呢，这个的话，这个雕像的话是大概8000多面哦。那你如果是传统是 LED 是长这样，就是它应该是它没有 LED 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到远的地方的时候，它的那个同时它的三角面也会减少，但是近的地方三角面会增多，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三角面系统。但是你如果是面数越多，它就是越近的话，那个三角面就越多这样子。那越远的话，它三角面就你看就是一直减少。你刚看这个头啊，哦，会一直变化嘛。那它好处是说，那个它在这个过渡当中，你看你看我切到 light， 你看我这么近看，然后再往远点，你看到它在过渡当中，其实没有像传统游戏一样这样突然变成那种2D 平面的那种 LED 过渡哦，所以它的这个状况是在过渡场景的时候来说是比较优化的哦。这跟卢米尔也是一样，你看我们卢米是加一个，好，看一下卢米的虚拟的那个阴影哦。好，然后它也会产生那个什么，也会产生多边形啊。哦，等一下我开一下那个 Duration Light。好，你看我选的这个 Sun Sky 啊，然后去做不同的，它会在这个上面去产生不同的那个距离跟阴影的那个多边形的切换。就是你越近的话，它其实它的那个多边形的阴影越明显，就是细分越好。啊，你看这个，它会在这个多边形跟灯光的多边形上来说，它是越近的话，它的那个细分会越多；越远的话，细分越少。哦，这个主要是这样子。然后我可能开一下新的档案看一下。对啊，我的走向都不见了。哦，等我重开一下好了。然后这个呢，一样就是我们先建立一下那个随便一个室内了哦，这样子。那拍起来的系统是那个 RGB 的系统。好，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到就是它在细分的那个虚拟阴影的细分上面，它会去做一个分段哦。好，这个视窗，这个比较明显。就是你如果是
更改的话，它会去那个多边形会去做一个细分一个细化，然后再把那个奶奶加上来，有没有？它会去对距离，你看，假设我距离近的话，它的那个阴影细分会变大，有没有？然后越近的话，它这个阴影越多。这样大概再懂一下它的原理，这样子。努密也是一样，然后来这也是一样。然后你打开我们应该有一次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那个Mega Scan 的那个一个场景，它的所有的那个一些石块都全部都是用奶奶系统，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很密的三角形，好像这样子啊，这样子。好，然后等一下可以开一下，所以这个场景啊，是这个场景。好，那如果我们教室网络比较慢的话，你就是用水人碟比较快。然后再这样子，这个大概就是讲完了。然后你那个 Fab 的话，就是我看一下 Fab， 没有，这个还没讲。就是奶奶资产怎么样使用？就是基本上你是在上面按右键，在这个上面按右键，然后去做开关。比如说我现在把它关起来了之后，我怎么显示都没有，那我就是把它开启之后，它就显示了。然后你如果是 VR 专案的话，基本上它就预设是关掉嘛，所以你必须你是要选择正确的专案的形式，它才会开启。努密也是一样，就是它会有不同的专案。这个也是。然后这个方式是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开启，这样关闭。那你关闭之后，你就只能用传统 LOD 就是会有过渡的问题啊，就是你跑到很远的地方会看到它突然变成2D 的那个形式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点这个2下，就是这个网格浏览器嘛，对不对？那你这边选你就搜寻 NAN 嘛，然后这边可以设置就是你需要开奶奶或者不要开。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有那个就是三角面的总设置啊。那你如果是你看啊，我这边三角面，比如说改成10嘛，10%，然后 apply， 有没有？左边马上改嘛，所以它可以用在就是你，比如说你比较对 GPU 比较吃力的场景，可以这样去做优化，比如说1%，然后它就变成是那种有点像这样很简面的那种感觉，这样子。那你看它的那个三角面也会变少啊，比如说我是100，那就8000面嘛，那时候1%就变这样，就变2200多面，所以它是这样子啊。那也可以是100%，那它自动会帮你去切三角面这样子，所以这样。然后其他就是比较细项的设定啊，可以自己去玩一下哦。那比较关键就是这几个东西这样子。那你一样，你的 FPS 放进来的话，对，我想一下 ，Sketch 费。你假设这个东西
放进来的时候，就是你如果 import 进来的话，哎呀，想一下，BS。算了，我用这个本来的这个解释一下好了。假设是这个椅子嘛，对不对？进来之后呢，它本来预设就有了哦。那如果是看其他这个就没有。那所以这个你 import 进来之后，你 import OBJ 或者 FBS 进来的时候，你可以预设是开启啊。import， 不然我先汇出啊。重汇一次。就是你汇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勾选 Build Night Light， 就是它进来的时候就会自动帮你去勾选哦。然后 import 之后，在这里，就是它自动会帮你去升级这个多边形三角面的。然后你看一下它的这状况。但是它那个进来的那个 smooth UV 变不见哦，就是 UV 变比较丑。但是它同时它进来是支援奶奶的所以这个流程是这样子，就是你进来你预设它是帮你弄好的但是 UV 比较丑所以你看它远的时候，它那个三角面会变少，这个大概是它的优化的一个原理然后这个这个99，这个也有，这个都讲过了，刚刚就讲过了，所以这次视窗是在这边开启啊，然后就可以看各种这种三角面。那你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三角面是这样，你可以观察它的那个整个形体所以大概这样。然后鲁密讲过了嘛，就是这样。然后 Fab 的话 ，Fab 跟那个 Megascan， 然后跟那个 Sketch Fab， 就是你们可以把这个东西都加进来啊，然后去丰富你们的场景。然后这个那也有 CG Trader 啊，跟那个 Turbo Skill， 这你们都可以制作一下就是注册一下。然后整个工作流好 ，Data Smith。这个就大概过去一下，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就可能就把下礼拜来讲一讲，就是先照这个流程了。看一下。好，这个是材质参数集合，那这个流程在这边呢。那其实就是应该算是动态材质，因为它其实可以在场景面去做互动。那以前的话，你是要写一些 blueprint 嘛？那这个的话，就是你直接去动用这个参数就好了。就其实蛮简单的。所以就是我看一下，material 这 material parameter collection 这个。就是
材质参数了哦。然后你就是照那个命名，照我的这个 PDF 上面命名。好，然后存档。然后呢，你点两下进去，你可以去设定这个你的数值嘛。哦，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设定新增一个那个数值是 MSN Power 嘛，然后再新增一个材质。那基本上呢，你就是只要先新增一个 scalar， 然后这边可以 delete 嘛，或是新增嘛，然后你就是命名一下，照我的这个，然后打1，然后存档，然后再新增一个材质，然后这就可以关掉了。然后一样照我这个命名啊 ，MPC ensemble， 或者是你自己命名也可以啊，就是 N。然后打开来连连看，但是你要把那个什么，它的颜色啊，就按3，然后按左键，然后把它右键转成那个 parameter。然后连到 base color， 然后这边一样就是增加一个2个 multi 啊，multi 连到那个自发光，按 N 左键嘛，然后再按左键，然后这个上面你就复制过来就好了。然后调一下颜色，然后加一个费涅尔。费涅尔这边就先设定成6跟0.01，然后存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球是费涅尔，就是说就是外面是白色的，就是它会有，比如说你看我，等一下，我这个没调是 MSN color， 然后这个调成紫色，好，这个菲涅尔就是说，就是它基本色体是紫色嘛，然后但是它的外层那一圈是这个红色粉红色的部分，这是菲涅尔的一个材质球，就是逆光，你在逆光看的时候会是这样子，哦，就是有点像布料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水晶球嘛，哦的感觉。好，到这边，那你们就先做到这边，然后我去开一下那个作业的那个时间哦，因为为什么要用？你看它那个面数超多了，13万面。你看一下 Wireframe， 它的面数超多，所以它一定要耐，不然应该是跑不动。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因为他在上面画了那个叫做那个叫什么？那个顶点着色啦哦，就是这个东西。那你如果是要在外面也是加那个顶点着色一样，就是你要复制一个
刚才我们不是用那个model 你们那个工具嘛，对不对？一样加入一个看一下 rectangle 嘛，对不对？然后这边你可以设定就是它的大小，对不对？跟细分程度，那你细分就100乘100。save。哦，我们就比较很密了，但是你要开能耐啊，不然你就整个会跑不动嘛。然后你就把它的材质拉进来。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它的你必须要这样才能去做顶点绘制，不然的话没办法绘制。这样才能画那个什么，它的那个水的那个大小嘛，对不对？蓝色就另外一块嘛，所以它是分 RGB 嘛，黄色跟红色。哦，这样懂了，它必须要有顶点啊！你看它这个点那么多，对不对？它必须要顶点，它才能去做绘制哦，所以这么多。那你也可以50乘50也是可以啊，然后再把它给开奶奶，这样的话你在奶奶视窗会显示。好，所以大概它这个场景我们大概解析到这样子啊，然后你再去做顶点绘制。然后一开奶奶就没办法画了啦，所以你要把它关掉。哦，就是，但是它其实会跑掉，奇怪。对啊，那个它材质会跑掉啊，不过没关系啦，先这样，你大概了解它原理就好了。然后它这个如果不开的话，才能再去编辑，对啊，才能再去画。这边不见了。好，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原理，然后虚拟的这个。好，然后回来讲一下那个这个材质球啊，这个照这个使用啊，就是这边到这边哦，应该没问题哦。然后下一步呢，就是在这边，然后就在材质的视窗里面加入一个 collision 哦。哦，这个数字，然后把它命名成那个叫做 emission power， 哦这边，然后左边就选你刚刚的这个创建的这个东西嘛，然后选 emission power， 那它就会显示你刚才这个NPC 的这数据，然后下一步，你就把它连到这个 Mapty 的第一个 A 的部分，不是 B 的部分哦，不好意思。然后再 Create Material Instant， 然后你这个点一下，点开之后呢，你可以去把它设不同的颜色哈，比如说设成黄色，
有没有？它就会变了嘛，对不对？然后 emission power，emission color 就设成蓝色也可以。哦，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嘛，那你就丢2个圆球进来看一下。把它各上不同材质，好，两个材质球嘛，对不对？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去改这个，我们这边刚才设置的这个数值，比如说我们把它设成2，有没有？它就会同样的一起去做更改。这个就是一个相关联的一个参数了哦，就是你可以设定这个值。所以它的连接是这样子，就是在这边这个值啊所以这个值就是说它是一个 MPC 值，然后它可以设定去做一个关联调节，所以它是变成是这2个。好，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power 的数值哦。然后所以这个好了。然后呢，一样就是你这个好了之后呢，你可以在那个 level 的 blueprint 里面加这个数值。那这个数值叫做 scalar parameter volume，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加进来。然后你在那个来 level blueprint。这边呢，你先增加那个 B 跟 D 的一个 key 哦，但是 D 好像会跟右边没关系，先 key 哦。好，然后加一个叫做 set。那我看一下是什么 ，set scalar parameter。然后这个数字，然后这边它就有一个 collection， 对不对 ？collection 就选刚刚我们设定的这个。好，然后照着连看。然后选这个它的名字了，然后呢，你跟刚刚这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按下 B 的那个键盘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数值变化？比如说数值变化变到50，或者是我们刚才这个数值很大啦，因为我们这是用那个 ArcGIS 的那个场景那或者是我们就先开一个 label，也是一样啦。这个是因为它数值很大，所以我们看一下刚才是多少，6万，那你就设7万好了，设到7万。那你如果不是跟我一样开那个建筑场景的话，你就是这边可以设小一点，就是跟范例一样就好了。然后 release 的时候就是变成本来的。然后变成是1。然后 D 呢就是让它回来，比如说按了 D 就是变成1，然后放了之后变成是7万。release 不是这样子。
这样其实没什么差别，不过等一下可以调。按了之后呢，变到是0.05，然后放了之后呢，变成是中间这个。好，这样连连看，然后记得 compile 啊 ，save。然后你可以去在这边 play 一下。哇塞，怎么那么慢？我是宕机的吗？然后你按一下 B， 可以直接去做切换。啊 ，D 好像没有作用嘛，我们就切换，把那个 key 这个 D key 改成 N。然后再 compile 一次。然后按 N， 不行，N 就不明显啦。那你可以 N 也可以设成其他数值，这边可以设到比如说15万。有没有更亮？就是那个数值可以改啦，就是你可以让这是动态的，所以你可以有一点就是把它放在场景里面，就是让它是有点像你，比如说你按了一个键之后，那个键你的权杖或者是剑会发光，然后之类的，或者是攻击的时候，你的剑会发光。这个是用这种数值去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那个什么，就是场景里面不是有天气吗？就是你比如说按一个键，然后变下雪啊，或者是什么吹风那个，然后下雨这种就是用这种 NPC 的那个数值去改。所以大概这个是这样去应用哦。然后我们 study 一下，然后就是截图一下好了。截图一样再上传，然后如果创 class 不能用的话，我们就回去再上传了。好，就大概就这样，把下礼拜也讲一讲而已。然后时间给你们操作吧。